1833年的9月，23岁的本杰明决定以$1的价格向市民出售《纽约太阳报》。这个价格是竞争对手的1/6。没过多久呢，它就迅速成为了美国阅读量最大的报纸。而《纽约太阳报》之所以这么做，完全是因为商业模式上的创新——广告。如果你曾经在北京坐过早班地铁，那应该知道，地铁站免费发放的《北京新报》也采用了这个延续了近200年的商业模式，直到2017年才停刊。同一年，提供电子邮件订阅，也就是 Newsletter 服务的工具 Substack 发布了。在 Substack 发布5年后的今天，已经拥有了200万的付费用户，相比 ChatGPT 2个月达到100万用户。这个速度虽然比较逊色，但作为一款工具已经相当快了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正在高速增长的工具软件 Substack。Newsletter 绝对不是什么新鲜事物，早在互联网 Web 1.0 时代就有博客作者推出自己的 Newsletter。在没有社交媒体的年代， Newsletter 是读者获取信息的一种有效方式，也有专门的 Newsletter 服务商，例如 Aweber、Mailcamp。 在国内还没有做出微信的张小龙，在 QQ 邮箱中上线过类似 Newsletter 服务的功能——邮件订阅。随着 Web 2.0 时代的到来以及智能手机的普及，越来越多的社交媒体出现了，信息传播飞快，推荐算法也牢牢抓住了大多数用户。当获取信息的渠道变得越来越多时， Newsletter 这种单一缓慢的信息获取方式也慢慢的走向了没落。即便是张小龙把 QQ 邮箱做到了行业第一的位置，邮件订阅的功能也随着社交媒体短视频的崛起，在2020年黯然下线了。只有一些博客创建很早的作者依然用 Newsletter 与他的读者保持沟通，这方面真要感谢开源软件的力量。这些作者大多使用 WordPress 软件来搭建自己的博客，并基于其强大的生态系统 WordPress 插件来提供 Newsletter 服务。Newsletter 服务会像曾经的 RSS 服务一样慢慢的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吗？早在2013年 Google 决定关闭 RSS 阅读器 Google Reader， 这一定程度上让 RSS 加速衰落，人们觉得这种获取信息的方式弱爆了。当时我也这么想的，有了微博和 Twitter， 为什么还要用 RSS 来阅读呢？当社交媒体出现时，很快就有一些博客作者入驻，他们享受到了来自社交媒体的早期红利，有越来越多的粉丝关注他们，跟他们互动。当社交媒体的红利消失，问题也就出来了。首先是算法，当你的内容满足算法时，才会有更多的曝光，接触到更多的用户，从而转化为作者的粉丝。如果内容没有被算法选中，那就如同石沉大海，翻不起一点浪花。其次是内容审查，在我们这个星球上，任何一个社交媒体平台都有内容审查。远的不说，年初的时候，伊隆马斯克收购推特后，公开了一些内部文件。这些文件表明，推特会通过平台的权利压制一些帖子的传播，例如美国总统拜登之子笔记本相关事件的报道，也会直接删除一些账号，例如删除了特朗普及竞选团队的推特账号。日益复杂的算法和平台日趋庞大的权利，让一些作者产生了动摇。毕竟自己辛辛苦苦积累的粉丝，如果哪一天就因为说错一句话被直接删除账号，后果可想而知。于是一夜之间，几乎每一个 KOL 都有了自己的个人主页，这也造成了 Linkdubel 服务的火爆。狡兔三窟基本上成为了 KOL 对社交媒体的向往和恐惧之下稳定发展个人品牌的基础策略。拥有个人主页既能减少被社交媒体删除账号造成的损失，还能拥有扩展个人品牌的机会，也算是一举两得。但也有一些作者回过神来，与其跟这么多 KOL 在社交媒体竞争，还莫名其妙的被算法所影响，那为什么不用 Newsletter 直接与用户联系和沟通呢？同样，一些被社交媒体掌握了注意力的用户也发现，自己没事就打开手机刷刷刷，深陷在信息茧房里，这样有什么意义呢？自己是不是应该更主动的获取一些信息，减少在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呢？冥冥之中，经历了一次 Web 2.0 洗礼的作者和读者，在减少社交媒体的使用上就这么达成了一致。读者试图找到让自己更专注的信息阅读工具，而作者也打开了尘封已久的博客后台。2017年10月，专注于 Newsletter 的工具 Substack 应运而生。有了付费订阅这种更直接的商业模式加持， Substack 在 Newsletter 这个小众领域也为作者上线了众多实用的功能，例如数据统计、网站、自定义域名等，还从 Medium 传统媒体邀请了不少作者。最关键的是 Substack 的服务佣金仅为 10%， 如此良心的定价，如此贴心的 Newsletter 的服务，迎来了越来越多的作者入驻。2019年4月 Substack 公布了由 Y Combinator 礼金投资的$1500万新一轮融资，而这一轮融资可以说是非常重要，因为谁也没有想到2020年的新冠疫情来的是如此突然。疫情对于大众来说自然不是什么好的事情，但对于互联网企业绝对是不可多得的机会。20年前的 SARS 非典疫情诞生了中国的淘宝、京东，让腾讯坐稳了通讯软件的头把交椅。
20年后 Zoom、Amazon、Netflix 从工作、生活到娱乐，这3家企业迎来了高速的发展。Substack 也抓到了这波红利，在新冠疫情这2年中 Substack 在 Google 的搜索量增长了19倍。2021年2月 Substack 的付费用户超过50万。2021年11月15日 Substack 的付费用户来到了100万。再过了仅仅不到1年半的时间，也就是2023年3月1日Substack 宣布他们已经拥有了200万付费用户。2023年4月11日 Substack 发布了他们的新功能 Note， 在使用 Note 的时候会要求绑定推特账号。不知道是绑定推特账号的请求过于频繁触发了推特的风控，还是 Note 这个像极了推特的功能引起了伊隆马斯克的不满。在推特上跳转到 Substack 的链接被推特标示了危险，这引发了很多人的不满，因为大多数作者都是用推特给自己的 Newsletter 服务引流。从 Substack 的流量来源看，推特占据了将近 17% 的份额，还好风控很快就解除了。但仅仅过了3天后，伊隆马斯克宣布推特即将推出付费订阅服务，推特也即将支持长篇文章的发布，并承诺推特首年的付费订阅佣金仅为 8%， 而 Substack 的费用是 10%， 大战一触即发。推特的这一系列操作，中国的网友应该很熟悉吧？在微博，只有成为 KOL 的付费会员才能看到他发布的长篇文章。从 Copy to China 到 Copy to US， 伊隆马斯克这几年真的是没有白来中国。其实伊隆马斯克之所以 Copy to US， 是因为中国互联网环境的恶化远比全球互联网来得更早。没有垄断法和竞争对手的百度，恨不得搜索结果页面的每一个链接都是广告。灰色地带的从业人员则拼了命的用快牌、站群等各种恶意方式从百度劫持流量。劣币驱逐良币，越来越多的博客作者把目光转向了微信公众号。可惜的是，微信公众号只能接广告来变现，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接广告。一些作者觉得，我创造出来这么优质的内容，为什么就不能让用户付费购买呢？终于，微信的克制成全了一个类似 Substack 的产品。在 Substack 发布的前1年，也就是2016年，中国的知识付费社区小蜜圈发布了。小蜜圈就是现如今知识星球的前身。知识星球一推出，很快就迎来了爆发。KOL 在社交媒体的高频率传播和密集的分销，加上所谓私域概念的兴起，在2022年，付费用户就已经超过了200万。可以说，在内容付费这个领域，中国的企业是走在了世界前面的。但这些经验真的能复制吗？这个问题恐怕只有时间来回答了。好，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。这应该是我创作最顺利也最有感悟的一期视频，因为我曾经在内容付费行业做过几年，回过头看，做过的这些事情如同流星一般转瞬即逝，而且再也无法找寻。每每想到这里，就会觉得人生似乎丢失了几年。当看到海外创作者生态的工具服务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时，我突然发现时间又回来了。感谢看到这个视频的你，如果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点赞订阅。如果对视频中观点持不同意见，也欢迎留言评论。